欢迎大家来到第一集的你怎么看？我是海兰，我是妹。本节目与环宇广播电台共同播出。本节目主要探讨时事，讨论两性议题、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中的趣闻分享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Free Solo 赤手登峰，这是一部电影。简单讲一下这部电影，它就是一个攀岩家 Alex Honnold，他名字很难念，我等一下就都叫他 Alex。他挑战无绳攀爬酋长岩的一个故事。他在1月25号，也就是录影时间的昨天，他有成功的爬上101。我跟妹原本要去现场，但是我们睡过头了，直接睡过头。对对对，所以起床的时候刚好我看到他爬下来，就刚好他坐电梯下来这样。今天我们会把焦点放在纪录片与他当时的女友 Sandy， 也就是他现在的老婆。因为我跟妹是情侣嘛，所以其实我们在看Free Solo 这部纪录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觉得很多对话是值得探讨的。那我今天想要问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Alex 的女友 Sandy 很爱他，但是 Alex 到底爱不爱他呢？因为纪录片里面有提到说，如果叫 Alex 在家庭跟攀岩之中他要选一个的话，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攀岩，而且他这句话他是当着 Sandy 的面讲的。这样子他跟 Sandy 的爱是不是不太平等？因为 Sandy 要就是承担说 Alex 攀岩的这个风险，可是 Alex 就只是要攀岩。那 Alex 到底爱不爱他？你觉得呢？其实我一开始跟海兰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他没有那么爱他，而且他是还蛮自私的。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，就是爱一定不可能是很平等的那种，两个人一样多。但是我会觉得 Alex 太少。后来我看到纪录片中就是一个桥段，就是因为他自从只要带着他女友一起去攀岩，他就会受伤。然后他的纪录片里面每次只要他那个受伤，他就会说、我想分手了，但是最后都没有分手。所以其实后来我有再回去思考一下，我觉得因为 Alex 他的就是出生的一些生活背景啊，跟一些他成长经历，我觉得也会有造成他人格上面一些他家庭是比较疏远的，对，就是会让他可能在情感这一块不是那么的像大众会以为的那样，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后面慢慢的在改变，只是说因为纪录片记录的是比较早以前，所以那个时期的 Alex 可能我觉得他还没有那么的认为 Sandy 很重要。10年前嘛，对，我那个纪录片已经有十几年前了，对。然后，但是我前天的时候，他攀岩成功，我去看回放的时候，他老婆在上面等他下来，然后他们拥抱，然后他一上去就是先拍照，打电话给他老婆讲的时候，我就突然觉得，也许这10年之间已经有很多事情有改变，他可能差超多，他可能就是已经不一样了，所以我觉得依照我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他现在对他来说，我觉得那个比例有慢慢增加，也许再过10年以后，他就也老了嘛，没有体力，没办法攀岩。那他可能如果他很幸运还是活着，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他很爱他老婆这样。其实我是觉得 Alice 他是慢慢的越来越爱他老婆，因为他的家庭是比较疏远的，而且他爸爸有亚斯伯格，就类似啊，然后他自己好像也是对人是比较疏远，所以他能够进入一段恋爱关系，其实对他来说，对那个时候的他 Free Solo 那个时候的他来说，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，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，然后 Sandy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教导他，所以其实 Sandy 是很伟大。而且我还记得纪录片中有一个桥段是，他对恐惧没有那么的敏感，他还去做一个检测，脑部断层，很有趣，是因为他的杏仁核比别人还要没有那么的开发了那么的没有活性，对，没有那么活，所以他对于恐惧比较没有来的那么的害怕。他们两个爱情故事就是非常的温馨，现在还有2个小孩了嘛。其实在赤手登峰里面 Alice 他总共挑战2次，就是第一次他爬到一开始爬了几分钟，他就说我要放弃，就下来。所以其实 Alice 他其实是很爱惜自己的生命。他因为有一些攀岩家他是挑战的是另一个项目 ，Free Solo 不是最可怕的攀岩，最可怕的攀岩是好像是手攀吧，就是一条路线没有人攀登过，这个人他要挑战手攀。
这个是最危险的，因为手攀是也没有绳子，因为没有人上去放过绳子嘛。Alice 挑战这 free solo， 他是相对，而且他会练到同一条路线，他一直练到他觉得他绝对不会失误，他才会去挑战无绳的这个独攀这样子。那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活着。真的，其实很多传奇攀岩家大概30-40岁就会过世，都会意外过世。攀岩家到底爱不爱惜自己生命？我们后面再讲啦。就是我们先讲 Alice 挑战了2次嘛，第一次很前面就失败，但是第一次出发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Sandy 希望他独攀的时候要考虑到他的感受，就 Sandy 的感受。然后跟 Sandy 在一起之后，他希望 Alex 能够答应他有这个义务要活久一点，等于就是间接希望他放弃这个目标啦，因为就是他就很不希望 Alex 去爬嘛。先讲我的看法，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因为 Sandy 身为 Alex 的另一半，应该要确实的知道说 Alex 对于独攀是多执着，然后连 Alex 的好朋友都有特别跟 Sandy 讲说，攀岩最重要的是心态。但是你既然在独攀的前一天，你问 Alex 有没有义务延长自己的寿命，这超影响心态的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又可以理解他的担忧。Alex 那个时候的回复就是很无情的，没有。妹怎么看这段对话？我那时候其实原本觉得还蛮可怜的 ，Sandy 很可怜。然后我会觉得说，如果 Alex 真的这么的热衷于毕生的攀岩，那他就应该要很坚持自己的那种原则，就是不要有任何的挂念。他不应该要去结婚，不应该要渴望一个关系，又想要得到他的梦想，因为他没有去，就是怎么讲，他好像从到尾都让我会觉得说，他是不是只考虑到他自己？你觉得他很自私吗？对，因为纪录片里面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小孩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因为他自己有说，他说跟 Sandy 的这段情感关系是他有史以来最健康的一段感情。那我觉得当然对他也有很多好的影响，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很想要这段感情，但是他又放弃不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所以他拿捏着 Sandy 也放弃不下他这一点，所以他就是过着一种好吧，既然你也不走，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吧。可是我不会为了你后退哦，你要自己清楚哦。如果你受不了，你就走。就是好像会让我有一种这种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那你受不了你就走，你要你就留下来，我还是我自己这种感觉。对于一个很感性的人来说，可能我不太能接受，所以我会觉得。以我的视角会觉得 Sandy 很可怜，但是因为我们都说纪录片已经是10几年前了嘛，那现在再回来看的话，没有，我们就讲那10几年前的他们。10几年前的他们吗？对10几年前他们会觉得完全不能理解，而且我可能还会到那个影片那边可能会去骂人的那种，因为那时候 Sandy 也前面有说到，他在他独攀前的时候问他，其实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好，真的确实很影响心态。可是抱持一点侥幸，就是会不会你因为我而有一点动摇呢？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可是很显然没有，那到现在还是没有，只是说可能心里的比重会占的多一点。所以妹，你认为就是2个人相爱是要为了彼此去做改变的吗？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状态。肯定互相都要有一些退让，然后互相去融合。但是，因为像 Sandy 那时候，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他前一天讲完，然后后来他就赶快开车离开，就是远离他的视线，因为他说我知道我自己在他身边会让他就是多了一份顾虑，所以他赶快离开。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愿意为了他的爱情去牺牲他自己，然后他宁愿他自己边哭边开车边滚开，然后但是他还是要留在 Alex 身边，哪怕他知道这个拥抱可能是最后一次。但是以 Alex 的视角，他那时候说他觉得他就是5天后就会再见到 Sandy。对，就是男女差异可能还是蛮不一样的。你知道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做 Change 瘦子的歌？就是他就是在讲他跟他老婆在一起，然后他跟对方的家庭他需要做出一些改变，但他不想。I don't want to change you, baby。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男生好像真的就会觉得说，我不应该为了你改变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你爱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就好。确实2个人观点不一样，他们花了10几年磨合才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所以其实爱情真的是很需要磨合的一件事情。那就像你刚刚讲的，第2次独攀的时候，Sandy 跟第1次的态度差很多，
他知道自己在场会影响 Alice 的心态，所以他就抱了一下 Alice， 亲一下，然后他就自己开车离开了。他是直到车上，他才开始大哭，然后觉得好可怜的。那个时候看到他，觉得好可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在那个差点要砸了那荧幕。没有，我其实我看的时候我是不生气啊，我是觉得说，就是 Alice 跟 Sunny 都是一样勇敢的人。那我想问，就是因为你刚刚觉得很生气嘛，那妹觉得说第二次的 Sunny 的这个反应是 Sunny 心态上的成长，还是 Alex 自私的体现呢？你觉得会比较偏向哪一边，还是都有？我觉得肯定是成长多一点吧。因为他很明白啊，他软的硬的可能都实施过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他就是坚持自己目标的这个想法。就是他也知道他自己放下不了这个男人，所以他就必须改变自己。只有自己有成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以继续在一起。其实我还蛮佩服他的，因为如果以现代视角来说的话，好，不行就分手，就是下一个会更好。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。对，你是说 Sunny 还是 Alex？Sunny， 但是可是其实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都一直在称赞 Sunny， 那 Alex 到底付出了什么？就是因为纪录片只会播出他们所记录到的一切，不可能说关起房门我们也可以看得到。他一定有他留下来的理由啦。一开始我当然会觉得他是恋爱脑，现在呢也还是会稍微这样觉得。但是一个人的品质有好有坏，他在他眼里一定是 Alice 的某些的优点是大过于他的那些担忧跟缺点，他才会愿意继续留下来。那 Alice 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他可以坚持到现在，因为他纪录片里面有说他的一些原生家庭嘛，所以他其实情感上面我觉得也是蛮匮乏的。因为有 Sunny 的支持，我觉得他在无形之中虽然说会多了一份顾虑，但是也是支持他前往的一种动力，所以他才可以今天还依然成功攀上101。我觉得这一定有 Sunny 的一些很大的鼓励什么的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 Alice 就是光纪录片里面他的开头跟结尾 Alice 态度是变很多的，他跟 Sunny 相处的讲话方式是越来越温柔。我觉得 Sunny 一定是就是看到 Alice 改变了这么多，就觉得说那好像可以继续走下去。所以爱情这件事情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为了对方改变，这个是互相磨合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叫改变，对，这个就是各退一步，或者是互相进步，然后达成一个平衡。平衡真的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今天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。请问独攀无绳攀岩它是自私的吗？因为很多容易牺牲生命的工作，像是军人啊、消防员啊，他们牺牲生命是有他的社会利益在，他对社会是有贡献。可是独攀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直观的社会利益，而且如果你失败的话，就一定会伤害身边的人。现在正在收听的观众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传奇的攀岩家，他可能30-40岁，他意外离世之后，他的妈妈、他的另一半可能会有多难过。当然也有另一派认为说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决定，不应该有那么多枷锁。有些人活到老，他都没有做自己一直想要挑战的事情，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做了，他就老了嘛。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，这些攀岩家好像才是真正的热爱生命，因为他们够热爱生命，所以他们去做这些挑战。妹怎么看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呢？我一开始会觉得我不能接受，如果是我啦，我自己的另一半是可能这种攀岩家，但是我却又可以接受我的另一半可能是消防员、是警察、是军人，因为就像前面说的那种社会的有贡献，我会觉得说，如果你今天都要选择一个有意义，然后有就是奉献自己、牺牲生命的行为去做的话，那为什么你不能做一些就是可能对社会有贡献？这样就算你走了，我还会觉得对我为他骄傲或者干嘛。可是如果今天另一半可能是那种极限运动员，他去高空弹跳，他去攀岩，然后他走了之后他还挑战失败，他甚至没有成功，然后可能大家会我们缅怀他，然后过了几年没有人会记得他是谁，然后只剩下我会记得他，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会记得这个痛苦。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怎么讲，
就像我前面说的，我说如果你已经选择你的人生就是要把这条路走到最后，那你也不想要有太多顾虑，因为你知道顾虑会成为阻碍你的石头的话，你就不应该自私的也去拥有一段感情或是什么的。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就是人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所以我去挑战极限，我去挑战自己。但是当你人生有了其他东西的时候，你又说我没有什么好失去，我要去挑战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私的行为。对，因为有些人的牺牲，我们可以说他是英雄。那像这种极限运动员，他们牺牲之后，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，可能就过去了。如果他在还没有任何成就之前，那前提是他有成就。如果他有成就的话，也许我们还可以说，哦，这是我另一半，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什么儿子，我以他为荣，因为他曾经挑战过什么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还觉得，就是还可以拿出来说一下，还可以跟他说，这是谁谁谁，我很骄傲。可是如果今天他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他要挑战这个的话，我会觉得就是一种纯粹的自私吗？就是他，但是我尊重他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这件事情。只是如果是他身边的人的话，我可能就不能理解。对。其实我有点快被你说服，但是我自己的观点不太一样。我自己的观点，我是觉得他身边的人都可以接受啊，是他花了很多时间让身边的人接受他是这样子的人。他妈妈也很担心他，他的老婆也很担心他，他小孩也在长大，他今天还是来爬101。我不觉得这冲突啊，虽然听起来很冲突，但是身边的人跟他相处了这么久，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他会去挑战，他就会去挑战，他就是这样子的人。那他可能意外死亡之后，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，就知道说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做了这件事情，他失败了。我不觉得他这是自私的因为他是拿他的命去以命相搏，我觉得这个是自作自受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可以承担这一切结果。对，所以我不觉得这是自私的，而且他都有打理好。如果他真的走了，后事怎么样？他其实都有打理好。前提是他有遗产。对，他也有遗产。他讲很重要，他说，因为我走了之后，我的老婆小孩一定都还是够活，所以他可以放心的去挑战。所以钱够多，其实就可以释怀。你知道他这次爬101他赚了多少钱吗？如果换算台币2-3千万。我完全不知道对，他现在大家都是花钱请他去爬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去攀岩？不要，我会受伤。我小时候有参加过一个3天2夜的，就是攀岩，在新竹尖石乡，我还记得。还可以打广告是不是？没有，反正就是还蛮好玩的。然后野外生活，然后我相机还泡水，就是我爸好不容易给我一个小小的那种 CCD， 我那时候不知道，我现在知道说 CCD 现在超难买。那个小时候我就带去，然后就开开心心的跳到溪里面，我忘记把相机拿起来了，然后我爸就没有 CCD 了。很像是你会做的事情。反正攀岩我是觉得蛮可怕，那时候是室内攀岩第3天，然后我爬不上去，我只能爬到2-3层楼，我就没办法。对，我其实臂力不好，这个真的是要大量的去练习。但我其实蛮好奇的，我们看这么多纪录片，这几天你都不会想重拾攀岩的心吗？因为我看起来你比我还要热衷。我完全不会，因为我知道那有多困难。我自己就平常没有在运动，没有在健身，完全不能。听到了，大家都听到了。对，就是如果你要攀岩，你真的需要长时间的累积。当然，你是新手的话，你可以有新手的墙给你爬。其实现在攀岩都很现代化，就有新手区，有高手区。你知道我们最近在玩一个游戏叫 Peak， 就是它是一个线上的攀岩游戏。我们要打广告，真的是最近在玩，然后好玩到就是我朋友说他想要把我们玩 Peak 的那个剪成一个精华，然后在 YouTube 上连载，因为他是觉得太好玩。我们又吵架，然后又合作，然后又有人摔死这样。因为刚进去玩大概5分钟就开始吵架。这谁带的路啊？这个到底要干嘛？主要是我们太多女生跟男生真的不一样。男生的话就是各爬各，如果有人掉下去，就会马上判断说，这个人值不值得救，太下面了，算了。女生的话就会去救，
然后就又死了，对，然后又生气这样子，对，就男生就不救，然后可能在下面的人说你为什么不救我？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。那今天聊到很多攀岩的好玩事，还有两性的议题啊，我觉得观众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顺利的录完第1集，本节目是由 FM96.7 环宇广播电台共同播出。那你怎么看？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